被派驻土耳其工作，或者打算在这里创业开公司，有一张证件你绕不开，它就是土耳其工作许可。在土耳其，这张许可不只是让你合法上班，它本身往往就是你的居留依据。我们是伊斯坦布尔一家全程讲中文的跨境咨询机构，常被问到，我需要哪种许可？公司要满足什么条件？这期按真实办理顺序，把类型、流程、配额和续签讲清楚。土耳其工作许可是外国人在土耳其受雇或经营所必须的法律许可，由土耳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签发，没有他就业就属于违规。哪些人要办？包括中国总部派驻的雇员、本地公司聘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，以及在自己土耳其公司里担任董事或股东的创业者。旅游和短期商务考察不需要。对中国申请人特别重要的一点，工作许可本身就能当居留用。一旦获批，你通常不用再单独办居留卡，许可的有效期就是你合法停留的期限。如果只居住不工作，那要走单独的居留许可。类型上主要分4类。定期工作许可给受雇于特定雇主的员工，首次最长1年，续期可延到2年、3年。无期限工作许可给长期合法居留满一定年限的人。独立工作许可面向创业者、自由职业者和股东。还有 Turquoise 卡给高技能人才和投资者，含3年过渡期后可转永久，门槛较高。对中国客户最常见的还是定期和独立这2种。中国员工怎么办？通常由土耳其雇主作为申请方在线提交，员工本人配合提供材料，分2种情形。人还在中国境外的，先去土耳其领事馆办工作签证，拿到参考号后，雇主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部委电子系统提交申请，审批通过后持签证入境，再做落地登记。人已经在土耳其境内持有效居留的，通常要求居留剩余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，雇主可以直接在境内提交，不用回国办签证。材料包括护照、照片、雇佣合同、学历证明，雇主还要提供营业执照、税务社保登记等公司文件。提醒一句，土耳其语翻译、公证和必要时的海牙认证最容易卡进度，一定要提前准备。创业者通过自己名下的土耳其公司申请，前提是先完成公司注册。顺序通常是先注册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，取得税号和银行账户，再以公司名义为自己申请工作许可。公司有资本和雇佣门槛。本文写作时常见参考，注册资本约在10万土耳其里拉量级，且每聘1名外籍员工，原则上要对应雇佣若干名土耳其籍员工。数字会随政策调整，确切要求请在申请前核实。这就引出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关键的一点，配额。审批时，部门会查公司用工结构，常见原则是每为1名外国人申请，公司需以雇佣一定数量土耳其籍员工。本文写作时通常以约5:1为参考。配额厉害在哪？就算你个人资质完全合格，公司本地雇佣不足，社保记录不全，照样可能被拒。所以配额规划要在公司架构设计阶段就考虑，别等提交了才发现人数不够。时间上，从备齐材料到获批一般要数周，多数情形大约1到2个月内有结果，具体因案而异。要强调，没有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，我们也不承诺固定下证天数，这取决于材料完整度、岗位类型和部门当时的工作量。拿到证后还有续签，要在到期前提交，首次续期一般以同一雇主为前提，有效期可逐步延长。合法工作并居留满规定年限后，符合条件者可申请无期限工作许可。注意，中途换雇主、换岗位或公司股权有重大变化，原许可通常不能直接沿用，需要重新申请或办变更，这一步很多人会忽略。下面是避坑环节，说说被拒的常见原因。
公司配额不达标，注册资本不足，材料翻译或认证不全，岗位与资历不匹配，社保缴纳记录缺失。万一被拒，你通常可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或申诉，但更稳妥的是先找出具体原因。很多时候，针对性补正后重新申请，比直接申诉更有效。很多家庭还关心能不能带家人，通常可以，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申请家庭居留许可随同居住，但这和工作许可是不同的申请，要另行准备材料，涉及子女就学的建议提前规划。总的来说，办土耳其工作许可是跨越中土两套制度的系统工程，从公司条件、配额到材料认证，每一环都可能影响结果。提前把材料备齐，翻译公证到位，是缩短周期最实在的办法。如果这期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关注我，少走弯路，更多攻略都在主页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中文团队可以全程陪同，从评估到下证再到续签，在关键节点用中文书面汇报进度，但不对结果做任何承诺。我们下期见。